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之谦高老师，欢迎跟我学国际象棋。这一节要来学习开局的原则，开心与哭泣。俗话说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真的是太对了。这一节就要教大家怎么来个好的开始。一盘完整的优秀对局分为开局 （opening）、中局 （middle game） 和残局 （endgame）。开局呢，是指一盘棋的开始阶段，一般是前8步到10步棋左右。接下来就是中局，是最能体现个性的阶段。残局就是当棋盘上大多数的子力都被兑换掉之后，一盘棋的最后阶段。我们先把焦点聚集在开局上。这一节我们要学习开局的12字原则：站中心，出子快，兵行好，子协调。先来看第一个原则，站中心。从上一节的学习中，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心的重要性。那谁来站中心最好呢？当然是兵。如果你有一个兵在中心的话，他不仅自己站住了一个格儿，他还控制住了一个格儿。当然，黑方也不会示弱，黑方也会在中心留一个兵，站住一个格儿，控制住一个格儿。看看我们在开局的起始阶段，白方通常会把其中的一个兵走到中心去，黑方通常也会对着把兵走起来，或者白方先走出另外的一个中心兵，黑方也去把另外一个中心兵对上去。在接下来的争夺中，尽量保证自己的中心不丢，再把对方的中心抢来。除了兵喜欢留在中心，马也是非常喜欢留在中心的。之前曾经说过，中心像苹果，小马吃到它可是非常开心的。对于其他子儿来说，可就不像兵和马那么喜欢停留在中心了。比如说象和车这两个子儿，它们更喜欢控制中心。而后呢，这个棋子它不仅喜欢待在中心，而且也喜欢远远地控制着中心。真是仁者爱山，智者爱水，有点高深了啊！来个好理解点的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看第二个原则，出子快。出子快的内容比较多，但基本上是先出轻子，后出重子，尽早易位。也就是说，先把2个马和2个象走出来，然后再出动后和车。而王呢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在开局的时候，他还是一个王宝宝，还没长大，需要特别的保护。而中心必定是双方争夺的焦点，一场激烈的大战将会展开，所以我们通常要利用王车易位，早早的把这个王藏起来，让它回到温暖的家里。而在王车易位的同时，车也就走出来了。接下来白方就可以这样的去控制中心了，真的是一举两得。第三个原则是兵行好，也就是尽量保持兵和兵之间互相有所照应。中心的兵勇敢的出去占地盘。如果你要是在王翼进行易位的话，那你王前的3个小兵要尽量的贴身留在王的身边，就像家中的门，或者是
宝宝睡觉时盖的被，可是要好好呵护住王宝宝，绝对不要轻易的把门扔到大街上去，或者是把被蹬到地下，宝宝会有危险，会感冒的。冰跟冰之间，最好都自己站在自己的这一条线，尽量的不形成叠冰。比如说，现在黑方刚刚用象吃掉了白方的马，白方可以选择用后吃上来，也可以选择用兵吃。正确的是用后。想一想，如果我们用兵吃上来，这个我们管它叫叠冰，后面的这个冰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更重要的是，王宝宝之前的这个门被打开了，可能会受到对方子儿的进攻，王宝宝不安全了。所以我们不仅要保持兵行好，更要保持王的安全。最后的一个原则是子协调，也就是说，自己的子儿跟子儿之间要相互照顾，不去占他最需要的格儿，也别挡住其他子儿的格儿。比如刚刚开始 ，C3 和 F3 这两个格儿就是马最喜欢的 ，C6 和 F6 这两个格儿就是黑方马最喜欢的格儿。我们先举个例子啊，白方把中心兵走起来，黑方也走中心兵，白方把马跳到 F3，显然他是要接下来吃黑方的中心兵。那你要是黑方，接下来会怎么保护这个兵呢？我们可以按下暂停键，先来看看有几种保兵的办法，然后再想一想哪一种是最合理的呢？找到了吗？保护义务兵，我们可以用兵来保，也可以用 F6的这个兵保，似乎还有用象来保。我们还可以用后来保，或者是后走到 F6，还可以呢用这个马来保这个兵，很多种方法，但是最合理的只有一个。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，先说明用兵保，用 F6这个兵保，这步棋虽然暂时保住了兵，但是家里有另外的一个子儿，可能就会不高兴了，会哭了。是谁呀？马呗。刚才说过了 ，F6的这个格儿是马非常非常喜欢的格儿，被兵占住了，有点小失望。关键的还不在这里，白方可能会接着走，马吃E5。哎呀，快看怎么回事呀！黑方把它吃回来，白方利用刚刚弱化的这个斜线，他走了后 H5，将黑方的王，他会用兵挡住吗？可是这样，白方就会接着吃E5兵，右将军又吃黑方的车，黑方要丢子儿了。那要是躲王呢？看来也不怎么样，因为白方会接着吃兵，黑方跑王，白方再接着抓这个王。当你再跑的时候，我再用后抓，哎呀，追的这个王到处跑。也许看看我们现在用象将着呢，黑方好像用兵挡，那白方再走这个兵，这个王真的就是危险了。你们看看 ，F6兵去保中心的E5兵是不是很糟糕？不仅把 G8的马惹得很不高兴，自己其实也没有保住E5兵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用这个兵，D 线的兵来保中心兵。不过呀，好像有点把这个象关在家里面了。
我们再看看用后来宝，后一期也有点赌项。后 F6，可是这个马同样会不高兴的。哎，那是我的位置哦。我们再试试用象来保兵。哎呀，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呢？好像是你都小学毕业了，应该去上中学了，可是非要让你回到小学1年级，让你当个大班长。哎呀，这事情不对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管这个象，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叫大兵同学。他不仅自己发挥不了作用，还会堵住自己的中心兵，接着堵住了自己的 C8 象，那 A8 的车也出不来了。好嘛，一招坏棋，引得整个局面都不够协调。好了，我们最后来看一看用马来保兵。这个马不仅保住了中心兵，而且他还走到了自己最适合的位置，这步棋显然就是最好的。通过这个例子的学习，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子协调的重要性。接下来，我们假定黑方不走棋，只让白方走，你会怎么布置自己的子儿呢？我会这样走的。先走这个中心兵，再把这个中心兵走起来，再把这个马跳出来，再跳这个马，再把象走出来，黑根象呢也走到中心去，把马跟象都出来了，然后我们赶紧让王宝宝回家，同时把车走出来，再上后，再把车都走到中心去。哎呀，你们看一看，每个重要的子儿都出来了，中心全是我们的，而且王也挺安全，完美。我喜欢管它叫大牛开局，你看看是不是很像哦？棋盘上的棋子现在都听你的话，你可得调配好它哟，做一个优秀的指挥官。现在指挥一盘棋，长大指挥一个团队，再成熟了指挥国家，指挥世界。最后到了我们的亲子环节，这一节的亲子游戏是拿小兵。准备8个兵，由家长和小朋友轮流来拿小兵，每次可以拿1个或者2个，拿到最后一个小兵的人获胜。玩过几轮之后，要问2个问题：第一，谁更有可能获胜呢？第二，为了拿到最后一个小兵，你得注意什么？由此让小朋友明白，好的开局是多么重要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好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